深夜，寂静的业主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：死亡讣告，幸福小区4号楼孙振国先生于4月1日不幸去世，深感哀痛，仅此讣告。4月1日，明天。我一脸疑惑的又看了一遍，长这么大不是没遇到过死人的情况，可来自后天的死讯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发错了时间，还是有人在恶作剧。下一秒，消息被人撤了回去，我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对方又发来消息。这一次不仅有讣告，还有一项黑白照片上的男人一双凶悍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，透着一股诡异。照片上的男人我认识，他的确叫孙振国，住在3单元，可他活得好好的。不久前去超市时，我还遇到他来买烟。带着好奇，我点开了对方的头像，一望无际的黑，连昵称也是空白的。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只有一道黑线。我正在疑惑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孙振国亲自出来辟谣：“你竟敢诅咒老子，是活腻了吧？你是谁？赶紧滚出来！有本事咱们单挑！”孙振国的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，开始在群里骂骂咧咧，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他。他不甘心，又艾特了楼长，问他黑色头像是谁。楼长查了一圈也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孙振国一肚子火没处发泄，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发送语音，输出毕生所学的脏话。然而对方依旧没有现身。本以为闹剧就此结束，可第二天孙振国真的死了，死于车祸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提前发布的讣告，忙不迭地打开手机，意外的是那个讣告竟然消失了，连同发布的人也不在群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孙振国聊天记录还在，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发疯，这也太邪门了。最初小区里人人自危，生怕那诡异的讣告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。庆幸的是死亡讣告一直没有出现。3个月后，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。然而在生活回归平静时，死亡讣告再次出现了。下班回来的我突然看到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森森然地写着一段血红色的大字：2单元赵硕先生于7月25日离世，哀痛万分，仅此讣告。明天就是7月25日，真的又有人要枉死。赵硕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拼，看到讣告上是他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发去语音询问：赵硕，你看到门口贴的讣告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丧呢？好端端的我招谁惹谁了？或许是被吓破了胆，他说话时止不住的发颤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孙振国的死太震撼，太恐怖了，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。10分钟后，2台警车驶进了小区，先是把贴在墙上的讣告撕下，随后帽子叔叔分成3组，一组查看监控，一组重点研究赵硕的生活轨迹与人物关系，一组群访小区住户，寻找杀人线索。整个小区陷入了恐慌和恐惧之中，可赵硕还是死了。25日清晨，伴随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赵硕破窗而出，接着是一声闷响，死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哪是讣告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的符纸。此时业主群变得躁动起来，大家惴惴不安地议论着当下的情形。赵硕跳楼了，他和之前死的那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谁知道呢？这也太邪性了，我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说不是呢？第一次觉得我命由人不由己，该不会是咱们小区犯忌讳吧？要不然怎么会频繁出事？要不找个风水大师瞧瞧？看着大家沮丧的发言，我的心也陷入了谷底，头上仿佛悬着一把无形的刀。警察对这件事高度重视，设置了大量警员进行勘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案发现场没有第3人的痕迹，种种迹象表明赵硕属于失足坠楼，暂定为自杀。业主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我没想到，下一个出现在死亡讣告上的名字竟然是我。